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阿奈频道。今天户外视频的主角是，魅族的2台新机啊。我手上这台是魅族 Note 16，我手上的是魅族 Note 16 Pro，6200的电池，骁龙 7S 近3的处理器，并且啊，它是一个 1.5K 的屏幕。而我这个 Note 16呢是1080P 的屏幕，6600的电池，处理器厉害了啊，国产自研，紫光展锐 T8200。你还是一个 LCD 屏呢，还真是。然后呢，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呢，我们摆在公屏的某个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。然后呢，这2台手机由于差价过大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游戏呢就不统一负载了，就是能开到多高我们就拉到多高。反正据我所知呢，我这台 Note 16呢，王者是60帧。我之前没更新的时候也是60帧，昨天更新了一周，不知道有没有提升啊？这个设计显得很高端啊，有点像，有点似曾相识啊。你怎么相识了？我们又没买过那个机器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，很高级啊，这个按键。我们上来先打一把王者呀，可以看到2台手机最高都只有60帧。本来还想说负载拉的不一样的，现在怎么负载是一样呢？我这个几百块钱的手机60帧就算了，你这个1000多块钱怎么还王者60帧呢？干嘛？可能它没适配呗。但是啊，你别说，你左边这个几百块钱的好暗啊屏幕。但它其实亮度条已经拉的挺高了。你是最亮了吗？你给我拉满。它亮度是真的拉挺高的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拉满啊？你拉满吧。好，你再进游戏，你拉满之后还是比它暗一点啊。那我最高整这么亮了？那你拉的跟它一样。主要我这个 LCD 屏幕我感觉拉满了，今天还是个阴天，我感觉打王者亮度也不是很够啊。就它旁边这个游戏模式我已经把亮度锁了，但是怎么玩着玩着它亮度又自动降了呢？我们正常游戏都是开6折音量呀，但是这2台手机太小了，都听不见。然后现在都提到了2折，开了8折之后还是有点小。而且我这 Note 16好像是个单阳啊，我这完全听不到声音啊。不是，为什么44帧呢？我打团。现在没在对线啊，还是60帧，还挺正常的啊。怎么了？不如我紫光展锐一根啊！你等我打完你就20帧，你信不信？我们现在把音量开到12格，它的这个条才过半啊。就它前面几格就是很短的那种，不知道它怎么设计的，就是后面才会加的多一点。但是我感觉你们现在有些还是没什么声音啊。对，你也没有声音啊。我有声音啊，我这个16 Pro 开了12折之后就好很多了。我把这个16 Pro 亮度跟它拉到差不多，太暗了，受不了了。现在我要重回我的亮度了。你就开自动亮度，不用管我好吧？我已经拉到最高，就这样了。哎，爽了爽了爽了！你调回来之后确实比这边亮好多啊。我这极限了呀，没办法了啊。Note 16打团也是会掉帧的，我刚刚直接掉了40多帧了。但我这处理器情有可原啊，你这7S 键3调的什么 bullshit 啊？我这个 Note 16刚刚打团直接给我30帧了。我去，就很不稳定啊，这个帧率，在坐过山车，被后羿的大鸟射了呀！什么东西啊？就动不了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就艾希的大招，像一条野狗在路边被踢死啊！那边小乔一扇子一呼，我就一滴血了，这怎么玩？一滴血了，这么精准吗？第一把王者荣耀呢，我们打了12分钟，那2台手机呢都是稳不住60的，打团都会掉帧卡顿。那么第2把我们就把游戏模式打开吧，看看它能不能稳住这个60帧啊。它这个 Note 16 Pro 真的垃圾吧？7S 键3 120帧王者打不了，还稳不住60，我去，这调的稀碎。我觉得我这个紫光展锐还可以啊，就符合我的预期，毕竟它只要几百块钱嘛，对吧？这设计。他人呢？吃点零嘴是吧？我们后台只锁了个微信啊，然后刚刚返回来桌面，结果这个 Note 16的后台王者直接没了，要重进，太夸张了吧？而且你这个屏幕亮度真的太低了，它最高只有这么亮了。今天还是个阴天，我觉得这亮度是完全不够用的啊。在室内可能还行吧，但是你在户外使用的话就很折磨，好吧？我感觉开了游戏模式之后，这个16 Pro 描边加的有点重哦，尤其是这个人物身上。那呈现在我这个 Note 16上，我感觉我画质都变低了，这人好糊啊！我勒个豆，这什么游戏模式啊？大家看看打团掉不掉帧吧？你不会降画质了吧？但是其实场景还是没有降的，就是人感觉很糊。我感觉比刚刚稍微更手一点了，这是电竞模式。第2把王者我们打了7分多钟啊，2台手机开启游戏模式之后，都没有降帧了，打团也是稳定在了60帧啊，非常的厉害。不是你一定要这么阴阳怪气吗？我觉得我这个几百块钱手机稳在60帧很厉害啊，是吧 ？Note 16 Pro。我的也很厉害，我也是很稳的。你们刚刚在吵什么啊？刚刚那个狗吃我蓝，然后结果被人杀了，现在我要去把蓝 buff 拿回来。傻逼。唉，
好克我啊，打不死。你克夫啊？现在气温是23度啊，今天最高可能就24了，但是体感只有19度啊，因为今天风很大。然后我们3个穿的都是短袖啊，反正我有点小冷。是的，养着虚逼。你穿条长裤就别说话了你。谁叫你们不穿？变天了吗？没有预见性。你也没看到穿外套啊，说什么呢？我不冷呀。Note 16开启了游戏模式，打团还是会降一点啊，降到40多帧左右啊。刚打龙甚至是35帧，稳不得住啊。真的老，我这个没什么问题啊。你1000多块钱，60帧挺稳的。你60帧还稳上了。刚刚16 Pro 打了一个5v5的大团战啊，它也掉到了50多帧。我都20多帧了都没说话呢。你们两个快加起来都没有60帧呢。第2把王者荣耀5v5我们打了18分钟 ，Note 16 Pro 呢是打团的时候偶尔会掉到50帧，但是这个 Note 16呢会掉到20啊、30，反正非常不稳定嘛。很难为它这颗紫光展裂了，好吧。另外我玩的过程中啊，2把这个 Note 16呢，网络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，出现了几次变红变黄的情况。Note 16 Pro 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们2把王者打完之后 ，Note 16还有90%的电。16 Pro 还有91的电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测一轮信号吧。好的，2台手机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。左边这台是16。右边这台是16 Pro 啊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发送一下3、2、1点。我们已经拍了很久了，大概三分钟有了啊，他们都还是有导出的。我很明显16 Pro 导得快一点啊。你怎么说啊？那导得快呗。你就喜欢导得久一点是吧？哎，可以看到的是左边的16现在是4G 网络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而且现在16的屏幕还亮一点啊，16 Pro 已经发完了，这个自动亮度怎么了？废了呀？啊，16开始发了，虽然它是4G 网，但是发起来速度还可以啊，边转边发的发完了。现在我们2台手机在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一个软件啊，好评如潮的三国杀 1.59G。这个 Note 16现在回到了5G 网啊，我们来开始。从他们状态栏的那个速度来看的话，2台手机是差不太多的，大概就是一个15兆左右吧，10兆到15兆的样子。你不会抢网速，还抢不过这个百元机吧？好像有一点悬呢。我的16 Pro 怎么网速不到1兆了？什么情况？这就是提前开香槟的代价，流水不争先，真的是滔滔不绝，懂不懂？你下午别跟我换手机。我只能说这2台手机在5G 网的这个情况下下的都挺慢的。左边的 Note 16已经要下完了，你怎么说啊？没关系，说明它安装比我慢呢。哎，很有可能。哎，它好了，你还没下完 ，OK。就快了10多秒嘛。现在我们使用电信卡打电话、联通卡上网，这个 Note 16不会是个单通手机吧？怎么抖音进来之后一直在转啊？废物呀！16 Pro 是能刷出来东西的，虽然16 Pro 可以刷出来，但感觉好卡啊，好卡呀！动画感有点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真的很卡呀！哎，能看就行了，它看都看不了。好了，流畅了。那我们好像也没必要进行另外一场卡的测试了吧？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大家就看一下这个抖音的内容吧。快点点赞，快点，给大家表演一个。你好像在这台手机上操作起来也有点问题啊。卡顿其实还挺多的。他刚刚把电话一挂断，我这个 Note 16就已经刷出来东西了，也是很精彩啊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地下车库了，刚刚2台手机我都已经开关了自动亮度，现在来扫一下二维码，距离这个二维码现在是1米的距离。为什么是你一个人呢？因为有一个人又去喷射了，就是刚刚吃多了，现在又要拉，然后再吃。现在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是1米啊。微信3、2、1走。左边是 Note 16，右边是16 Pro。啊，16 Pro 还是明显快一点的，并且感觉这个距离很近，但是 Note 16这个码非常的模糊啊。现在左边还是 Note 16，右边还是16 Pro 啊。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、5米的样子了。2台手机现在都是联通的4G 网。再来一次，3、2、1走。微信。啊，都放大了，几乎同时。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距离应该扫不出来吧，往前走吧。你是觉得谁有机会吗？停在这不动。Note 16其实放大的挺大了，但它画面很糊啊。这2个画面都挺糊的吧？对。哦，左边 Note 16扫出来了啊，16 Pro 也扫出来了，稍微慢一点点啊。对，距离大概2米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又到这个非常暗的地方扫一下二维码，还是用微信啊。现在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1米的样子。左边还是 Note 16，3、2、1走。Note 16先扫出来啦。你这个16 Pro 怎么回事啊？扫不出来呢，对不上啊。
哎呦，这个暗光扫码是有点吃力嘞。为什么它一闪一闪？它一闪一闪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外面并没有一闪一闪的。啊？这在干嘛？这在干什么？它为什么一闪一闪的？不懂啊。亮晶晶，还是得要光。那你觉得这个还需要再离远一点吗？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觉得 Note 16已经扫码赢麻了，好吧？它战胜了16 Pro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以为我在哪？我在里面呢。你猜一下他们谁扫码好啊？不会是16吧？真的？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很差的厕所了，两台手机的屏幕呢，默认都是鲜艳，而且它们都没有环境色自适应。我们先来打一个联通的电话吧，来，3、2、1，走。都显示还有2个信号。好像可以光速结束了。这信号假的吧？哦，正铃中，这是通了吗？正铃中，哦，通了，右边的16 Pro 通了啊。你怎么说啊？网络盲啊，这里没了。现在我们来微信发一个表情啊，3、2、1，点。好的，16 Pro 已经发出来了，哎，还可以啊。你退出一下，看它有没有网，退一下。OK， 当前网络不可用。我们都已经进微博有10几秒了。两台加载都非常慢啊。我们聊了一会儿了，还是没有出来啊。那就抖音再看一下吧，感觉这个抖音也不容乐观。哎呀，网络不稳定了。那这个 Note 16就在这里面联通就几乎是个废的。16 Pro 也就只能发信息、打电话了，这微博跟抖音都加载不出来。我们换下一张卡吧。你刚说完它怎么就进了呢？对，刷出了新的内容啊，这个16 Pro， 那它联通确实暴杀这个 Note 16了呀。我们已经切换到电信卡了，两台手机都显示有电信的3格信号。来打个电话，3、2、1，走。你怎么抢跑呢？你还？这个打电话毋庸置疑啊，肯定快。16 Pro 是通了。我也不至于抢跑10秒钟了吧？啊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不是，它自己又挂了啊。那种联通跟电信自己都挂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结束吧。就我们在微信里面发3个表情啊，3、2、1，点。你已经显示不能连接到服务器了。16 Pro 发出去了呀？啊？我能收到16发的。哦，好了。转了半天。我们已经进来微博了呀，可以看到是16 Pro 这个联通卡没了啊，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电信啊。就今天一定不让我们刷微博呗？直接换抖音吧。换吧。两台手机我们几乎是同时点的抖音啊，这个 Note 16怎么就进不去了？它为什么进不去啊？那上面卡在这儿呢？手机是运转不动了。8G 不太逗是吧？闪退了。闪退了。你把后台全清了。它没什么后台啊。进来了。不是，问题好多啊，这个，它也刷不出来。那个应该是之前加载的，新的就是黑的，也没有画面啊。出画面了 ，OK。Note 16 Pro 这抖音是可以刷一下的啊。那这个厕所呢，不管是联通还是电信啊，Note 16 Pro 的表现都要好于 Note 16，但是16 Pro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吧，表现就一般般。那吃饭之前呢，我们就来打一下金铲子啊。我们今天上午进行了这么多测试项目。现在 Note 16还有84%的电啊，16 Pro 还有86%的电啊。现在是中午的11点38分，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19分钟的手机。接下来的画质呢就很普通了啊，60加超清加极高，然后下面6个全开。你能开到这么多已经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很不错啊。小米15也这样呀。我给你打金铲人发现这个自动亮度还是 Note 16 Pro 要亮一点啊。我现在给它拉到一样吧。你拉得到跟它一样吗？可以的，我现在没有拉满了。我这个 Note 16虽然开了60帧啊，但是它很卡，感觉像45帧吧，好吧，就是很卡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你这个 Note 16没有指纹识别呢，现在一看有个侧边指纹识别啊。够用了呀，侧边指纹。确实还可以。我平时用的这个折叠也是侧边指纹啊，非常顺手啊，非常好用。我就用侧边指纹。你就喜欢用侧边指纹？那你以后只能买侧边指纹手机。那不行。我记得16 Pro 人一多的时候，我感觉也不是60帧。那我这人多感觉30帧啊，智能巨慢。可以了，我这几百块钱我很满意啊，可以了，可以能玩就行是吧？我可以接受，大不了我今天是测试嘛，大不了平时玩我把画质调低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这个7S G3 10，我们现在吃饭的地方信号是非常好的，上面也显示的是5G，但是我这个 Note 16已经出现了2次，它显示我信号异常，正在断线重连的情况啊。
哎，我这游戏也卡，网络也卡。你不会是4G 吧5G 显示的5G 啊，纯在折磨我。我的老二要保不住了。真他妈菜啊！打你跟打狗一样。这把今天我们打了36分钟，现在魅族Note 16还有75的电。16 Pro 还有77的电，现在菜马上上齐了，等会就给大师拍一下照吧。这2台手机我可不可以不拍啊？刚刚我解锁的时候发现这2台手机好像都是转子马达，那个正感反正都是转子。这台 Note 16呢，虽然是人人买得起的高端设计下放啊，但是它只有1颗摄像头。这台 Note 16 Pro 呢，还是有超广角的啊。那我们现在来拍一下，从这个取景框来看的话，这个 Note 16呢就是 CCD 啊 ，Note 16 Pro 还写的稍微正常一点。2倍来拍单个的菜，但是我感觉2台手机的防抖都挺差的。我感觉有的菜拍出来 Note 16 Pro 还丑一点啊，但是这个空心菜 Note 16拍完之后，真的我都不想吃了啊。这台是 Note 16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空心菜，你们想不想吃啊？再看一下这个 Note 16 Pro 啊16 Pro 还好一点吧？比较正常啊。感觉这个 Note 16是隔夜的，也坏了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但是你们看一下这张鸡蛋啊，这个是 Note 16啊，这个是 Note 16 Pro 啊。为什么它风格差这么大？不知道啊，很恐怖。吃饭期间，我们2台手机就看 B 站1080p 画质的直播呀，并且打开弹幕。还是右边的16 Pro 会亮一点呀？怎么说啊？拉高一点。你这个亮度在这个环境下确实有点暗了。吃饭期间呢，我们已经看了半个小时的 B 站直播了。现在魅族 Note 16还有69的电。16 Pro 还有71的电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坐地铁去五一广场吧。坐地铁之前先刷会儿抖音吧。你就是喜欢刷抖音呗？看看，很美妙啊。刚刚我们已经刷了10分钟抖音了，现在来换小红书。检查。哎，怎么这代数越多，人也越来越多？我2代我还认识一点，后面的我就基本不认识。这不是有一个经典歌手的歌王吗？哦，今晚就有是吧？我们刚刚已经刷了10分钟小红书了，现在换淘宝。哇，他给了你10亿。到五一广场了，还是有点加载啊，这边都有点加载啊。啊，出来了。哎，16好像差一点，16 Pro 好一点啊。现在我们使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茶颜悦色喝点奶茶，走吧。导航让我们往前面走呀，但是我们觉得后面走好像更近一点，所以我们就往后面走吧。你上一次就说那边更近，走那么久。你要相信我，就刚回头走了7、8米，他就让我确认是否走反了，我确实是走反了。16没有任何反应啊。那你经典，好吧，走吧，没有反应。我走了大概快100米吧，我这个 Note 16现在已经给我切换新路线了，但是它的导航我有点看不太懂啊。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它路线让我在右边这里走，它给你切换的这个位置都不对啊，它是从我们的马路对面切换过去的呀，可是我们人是在现在地位的这个地方的呀。它没有给我一个到那个新规划路线起点的那个路径。16 Pro 位置还算准确吧，但是它没有重新规划路线。又往前走了4、5米啊 ，Note 16 Pro 重新规划路线了，很符合我现在的实际情况。哎，我又规划了一条，什么意思啊？已为您切换到新路线，但是它给你切换这个路线始终都不太对呀。他现在让我回去是不是啊？好像是的。好快呀、这个导航，往前走了5米，Note 16又给我规划路线了，这次就对了。他这也太灵敏了吧！这个20米给我规划了3次，干嘛呢？频率很快，但是没什么用。我们等下打算先沿导航稍微走一走吧，等会儿再自由发挥一下，打算从东社那里右转。就是你平时晚上上班跳舞的地方是吧？你上班的地方。我天天看到你在上班啊，你天天去这儿吗？我在网上看到的。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路口呀，现在在黄兴中路的右侧呀。一点点吧，就是他们这么一点点是有点识别不出来的。刚刚走了这一节路，2台手机的表现还可以啊。现在导航让我们还是直行，我们打算右转了。那边的广告牌上好大的小米预期的广告呀，怎么说啊？什么怎么说？你要送我呀？可以啊。我们往里面走了一段时间，发现2台手机的定位都会正确一段时间，大家都会跳回去啊，反复横跳。他现在是对的呀，可是刚刚是有一段他们都是错的。对，你就往前走吧。你看，Note 16跳回来了。16 Pro 现在重新规划路线了，知道要往里走了。哎 ，Note 16不仅没有规划路线，你看它又在乱飘，看见没有？那我继续往前走了。又要走了，天选之子。完了呀，这还收不到它的音了啊！对了，我往前走了20多米啊，我的 Note 16才规划路线啊，这差距有点大哈。又到了一个路口，我发现2台手机刚刚跟我们规划路线是不太一样的。Note 16是让我继续往前再左转，
然后16 Pro 是直接左转了，怎么说？听谁的？当然听我的了，直接左转吧。我们左转已经走了有50-60米了，我的 Note 16还没给我重新规划，并且它的定位也是在乱飘的。刚刚说的它规划了。我们现在过了个马路啊 ，Note 16是让我直行，但是呢 ，Note 16 Pro 是让我们右转。这一次呢，就按照 Note 16的路线来了啊！你跟着我看看 Note 16 Pro 这次会不会规划？我们在三坊街里走了能有20-30米啊，张张 Note 16 Pro 的位置一直是对的。现在我们停下，发现它又回到解放西路上面了。我就在我规定的路线上行驶啊，很正常啊。那你走了吧？终于轮到他了呀。好了，就好了啊！哎呀，导航了30分钟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中呢，2台手机的表现都挺差的啊，它们的定位都会飘，并且轨迹规划的速度也非常慢。硬要说的话，16 Pro 呢是比16表现要稍微好一点点的。那毕竟贵那么多嘛。哎，现在 Note 16还有56的电啊，16 Pro 是52的电。哇，为什么？可能是它张张一直很暗。对，因为我这个亮度，它最高只有那么亮。哎呀，我靠，不会让你先下班吧？待会马上换手机了。你电池都比它大呀。正常。然后我一个人的已经好了，那2个人还在下面，好慢啊，真的。这个造型感觉还挺奇特的呀。你这杯是什么啊？为什么感觉奶油这么多啊？上面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啊？我这个是 I love you 啊，好恶心的名字啊你。你的呢？蒸固吧。装什么呢？他这么叫的。怎么样啊？压米，很清新的柠檬味道，喝一口茶。你别搞得跟广子一样好不好？真受不了了，你在这里。我们要打王者荣耀10v10了，还是最高只能开到60帧？能拉招的就拉招了。10v10，你确定吗？直接开性能模式吧。不拆性能模式。你们不换手机吗？不想换。不行，要换。到时间呢，现在是52，档。要不行，要换。你为什么嘴巴上一直要挂着一滴啊？我感觉这个16有点不真手。由奢入俭难是吧460了，Note 16，460了10秒，现在还是黄的。16 Pro 没有任何问题啊。16 Pro 是绿的啊，这边现在是绿的。这个地方信号很好，5G 吧？5G 啊！我这 Note 16打团就40帧呢，我的天哪！我60帧很强啊。 60帧很强吗？啊，亮度还是右边的16 Pro 会亮一点的，调一下呀。刚刚打着团28帧，而且信号还红了，现在好了，等会儿不会锁30帧吧？它就几百块钱，算了吧。又红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忍了一下，短暂的红2下没问题的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去中南大学那边啊？因为空强同学在答辩。为什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感觉不对劲呢？答辩。我这 Note 16打团太丝滑了，完完整整30帧呢，我的天哪！16 Pro 稳定在50以上。现在要开始10v10大混战了，看看我的帧数会不会到个位数？这个位数太夸张了吧？30帧、27帧，还好30帧、29帧。哪有你说那么恐怖啊？你那边为什么那么冷静啊？我48帧。我22帧、17帧，刚刚有帧17帧。哇，这真的很卡哎！你看看你的37，刚刚掉到37了。大脑最低37。好。刚刚这把游戏打了不到17分钟，魅族 Note 16红黄了挺多次，帧数最低的话是17帧，有点可怕了。1开啊，好。16 Pro 呢就红了一次，然后基本上是60帧啊，打团的时候会在50帧上下跳动，最后一波10人大混战呢最低掉到37帧。第2把呢我们就把游戏模式打开，看看这个16会不会表现更好吧？真的吗？电竞模式，即使是开了游戏模式呀，这魅族 Note 16也40来帧、50来帧。16 Pro 稳在60。刚刚打了一个8、9个人团战，我看到了它有9帧呐，只有一下。太牛了！我只看到57帧啊！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长塔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的。这把玩的海洛好爽，一直刷技能，一直在扎别人。这把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下，也是8分钟结束战斗，时间太短了，我们就再打一把。你就8分钟呗？8分钟我觉得不太够，怎么地来是15分钟吧？你刚刚怎么了？被玩到死，被控到死。然后网络有什么问题吗？16 Pro 网络的帧率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16的网络帧率都是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帧数很低啊，网络偶尔还会红黄。10分钟了，那第2把我们就直接退出吧。打了3把游戏之后，魅族 Note 16还有46的电。16 Pro 还是41，现在是下午的3点09，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4小时34分钟的手机了。现在我们来打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是前置。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左边的16还清楚一点呢？这个16 Pro 什么意思啊？好糊啊！它这个清晰度是明显比左边的16要差一点的啊。这个16 Pro 前置太差了吧！我的天哪，感觉你人的边缘是有一圈马赛克的，而且2台手机的美颜效果的话，也是16要好一点啊。
视角倒是没有很大区别吧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后置效果也是16好啊？这个清晰度的话，明显是16这边好啊。这个树，你再看这边，这个树已经完全糊成。看不了了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这个16 Pro 就不行啊，你自己要换机的呀？那我没办法，我想打王者嘛。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2台手机都没什么问题啊。现在 Note 16还有42的电，16 Pro 还有38的电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。我们今天虽然路线跟平时不太一样，但其实项目是基本上都会测完的啊，并且我们各项测试难度也跟平时差不多的，还是穿南门口的巷子，换个方向。啊，这把真的回头路了，回头，被迫回头，受不了了。刚刚不是还不知道走到哪儿了吗？现在知道了吗？到他家了，这就知道了。到谁家了？他家。到底是谁家啊？他的家啊，全四景嘛。我们差不多走了1公里啊，到目的地了。先看一下2台手机的起点，左边还是16。你这个16太暗了，我的妈呀，都已经快看不清了。拉满，我的妈呀！好，拉满也就这样了啊。起点的位置其实16会稍准一点的，因为我们确实是右转了的，但是这个16 Pro 就已经到里面来了。这条直路的话也是16要好一点啊。这个16 Pro 有一点点穿，这个凸起，为什么2台手机都有呢？我们确实没有到这个里面这么走啊，差不多来去一样的回头路啊。还是16好一点，因为我们那个巷子很窄啊，它是没有这么多空旷的。你刚刚口水都快喷到我脸上了，我的妈呀！你看这个马桶这里16 Pro 直接穿了。那还是这个16会好一点的，虽然说16这个表现也就是一般般吧，但是16 Pro 这个完全穿过去了，太多了啊！这个一个往下绕，一个往上绕，都不是很准吧？而且你这边脑袋尖尖的有点，我只能说2台都不是很准吧。大家看，就是这里是那个厕所嘛，那个洗手间的位置，沿着小路走的，对，都是沿着这个路走的，但是都不在路上。但是这条路我们应该是沿着右边走的吧？对，这个16 Pro 就完全靠左。16呢，还稍微有一小节是在右边的啊，开阔的古潭街都勉强在路上吧。那其实这2个的表现的话，是16会比16 Pro 稍微好一点啊。可是这个16的屏幕亮度真的太低了。LCD 就是水平了。现在魅族 Note 16还有39的电，16 Pro 还有33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46分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5分钟的手机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高德地图导航去往下一个地点，我们就打车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。左边还是16，右边是16 Pro。为什么这个16 Pro 现在没有显示3D 车道及导航呀？我们再往前开一段时间看看。我们这2台手机又重新导航了一下，右边那个16 Pro 还是没有车道及导航的。可以看到这里的车道及是打开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。他们软件也都是最新版本呀。我们现在拐上橘子洲大桥了。2台手机的进程应该是跟我们差不多的。我们现在是在右侧车道的，这个16是很能清楚的看到的。16 Pro 没有车道及导航就不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桥了，刚刚2台手机表现都还可以。右边这个16 Pro 还没有激活车道及导航啊，那我们2台手机导航都退出重进一下吧，看看它会不会有变化。右边的16 Pro 还是没有车道及导航，这个适配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呀。那我们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梅溪湖大剧院。车才导航了15分钟，我们已经来到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中呢，2台手机表现都还行吧。但是啊，这个魅族 Note 16 Pro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就算退出了高德地图，它也依然不调出它的3D 及车道导航。过程中呢，我们发现这个 Note 16啊，它的那个车道识别还是挺准的。至于这个16 Pro 呢，因为它没有车道级嘛，就看不出来，就不做评价了。现在 Note 16还有33的电，16 Pro 还有28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25分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35分钟手机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扫个码。左边还是16啊，支付宝。其实是16快一点进去的，只是它有个广告啊。现在换另一个牌子的车来扫一下，还是支付宝。这一次就是16 Pro 快一点了。好的，我们到了梅溪湖啊，为什么到这儿呢？因为到这儿来拍照，虽然这2台手机不是什么很好的那种拍照的手机啊，亦有一些区别吧。首先让我比较震惊的就是，虽然它屏幕很暗啊，这台 Note 16它是有4K 的啊，看清楚是有4K 的啊，但是好像是30帧啊。16 Pro 呢比它多了一个是视频防抖，但是他们好像都不能够选帧率啊。我从这个取景框看的话，应该都是4K 30帧啊。那我们就拍优雅小宝，这个太阳呢时有时无，反正这样的手机大家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炫光就买吧。我想说 Note 16真的太暗了呀，我把墨镜拉下来，我也是看不太清啊这个屏幕。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啊。
哦，非常明显的就是Note 16这个几乎没有防抖啊。16 Pro 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，而且16拍出来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啊，但他视野好像要广一点，因为他没有防抖嘛，不用裁切啊，好像慢慢转圈，可能还是有一点太阳的现在。哦，现在太阳是有的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眩光之类的啊。大家能看到吗？哦有，这个曝光的变化好大呀！这个 Note 16，那我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啊，开跑。那在这个 Note 16面前的话，这个 Note 16 Pro 可以说是稳如老狗了。那我现在在跑着转圈。而且从这个取景器上看，这个 Note 16就是颜色很奇怪啊，感觉这个画质特别的复古啊。我转过来再拍拍你，哎，这个 Note 16就感觉它的曝光一直很不稳定啊，拍出来很有一种复古的美感啊。我觉得大家不用买 4DD 了，买这个就可以了啊。再看一下裤子啊，颜色什么的，和 Note 16 Pro 会看着准确一点啊。现在这两台我是准备拍前置的录像啊，都是1080P 啊，没有4K 的选项，而且看这个取景器，感觉应该都是30帧吧，不是很确定啊，因为这边它不能选帧率啊。我现在前置录像啊，耶，怎么感觉16 Pro 这边这么大一个眩光啊？对，但是我感觉视角是不是16广一点啊？对，是的。我这为什么脸这么大？但是颜色的话，肯定还是16 Pro 会比较正常一点了。我们转圈。啊，现在是顺光了。防抖的话，感觉是16 Pro 好一点，因为16根本就没有那个选项啊。而且16这个屏幕好暗，但是它拍出来人其实是偏冷色的。拍1分钟我觉得这个16其实看起来会好看一点哦。对，16 Pro 确实比较好看，我们走一走吧。而且我觉得16 Pro 有眩光，可能是因为这个16它根本就拍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它后面其实是完全那种惨白的。那16 Pro 肯定稳赢了。朋友们啊，非常的尴尬，就是我们想拍人像的照片嘛，但是呢，无论哪台啊，它的人像都是没有焦段可以选的。一有区别好吗？就是这个16 Pro 啊，它上面还是有 HDR 可以选的，而且还是有美颜可以选的，它默认是不打开的，那我们就不打开吧，好吧。然后这个 Note 16就是光秃秃的，啥都没有啊，就这样吧，我们就顺光一张，逆光一张吧。现在是逆光啊，没得选呢，咋办呢？两台的那个虚化我感觉都挺拉的，在那个取景框上看啊。现在是顺光啊，16 Pro 虽然说它是有可以调的，但是它那个背景虚化真的非常的假啊。我再看一眼成片吧。成片通过算法的话，16 Pro 还是会好一点的。我再用两台的人像模式给你们拍一个合影。开心一点好不好？逆光再拍一张合影啊，开心一点，可不可以笑得真诚一点？接下来我们再用它的前置摄像头来拍一个自拍啊，我只能说这个 Note 16真的拍出来感觉我们都要去世了一样这种感觉啊。我们再顺光来一张啊，开心一点。现在准备在这里拍一些照片啊，但是依旧很尴尬。这一台是没有超广角的，它只有一个镜头啊，它另外一个叫什么微距还是什么那种镜头啊？抽数的不懂是干嘛的啊？那我们拍不拍超广角呢？拍一张吧。拍一张啊，好，就是那这个就多拍一张1倍了。在这种情况下有超广角肯定还是好看一点了。我觉得拍照没有什么好多说的，朋友们，就是单方面吊打呀。这个16就是 CCD， 还是那种比较旧的 CCD 啊。虽然说这个16 Pro 是有防抖的，但是它的防抖也挺抖的，防的并不是很抖，好吗？再拍一下这边这个建筑啊，金茂双子塔，这里我就拉长一点，看他们最高能拉多少倍啊！而且这也是个逆光的场景，非常明显的就是 Note 16 Pro 要好很多。他们的 HDR 都是自动的，其他都是默认的，我都没有调过。哦，它甚至还给了一个3倍嘞，快捷开关啊！他们最多都是只能拉到10倍了，并且它还标了等效焦段。这个16 Pro 已经有点难对上焦了呀，在这个5倍这个焦段，哎呦，两台都巨抖，我的天呐！考验你手法的时候到了。考验我的手法吗？你们是在折磨我吧？硬要我拍，我觉得你们真的要看一下，来吧。他们这个防抖，这个是16 Pro 啊，我有这么抖？我是不是有这么抖啊？
我的天呐已！经抖了，你就负责抖吧。又到路边找了一些花花草草啊，来拍一下吧。还挺香的。 1倍2倍啊！这个16就已经完全颜色不对了呀。虽然说16 Pro 是好一点啦，但是真的好的不是很多啊。那我再用他们的2倍，离一个最近的距离来看一下能够拍到多近，好不好？它显示了一个微距，但是是自动的，这个是关不掉的。哦，也还可以吧，有那么近啊。16不是有一个什么微距镜头吗？为什么它一点提示都没有啊？怎么看都还是这个16 Pro 好一点吧。这个外面是街道，下面是河啊。我在这边再随便拍2张给大家看一看吧。就1倍2倍了吧，高倍率都是在折磨我呀。这一块梅雪湖大剧院呢，我们再来随便拍几张吧。这个 Note 16真的对焦也挺慢的，我真的是感觉回到了若干年前的那种拍照水平啊。为什么我们每次来到这种好看的地方都是拿这种手机来拍照啊？考验你的技术。考验我的技术啊，想折磨观众和我吧。只能说虽然都差吧，但是亦有差距，好吧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即使是以前的魅族，好像拍照都没有好过。我们在这里拍了22张照片以及3分钟的视频。现在 Note 16还有28的电，16 Pro 还有21的电。现在下午的4点51分，我们这里已经使用了5小时57分钟的手机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刷会儿美团吧。为什么现在要刷呀？因为我们刚刚步行轨迹记录的时候，发现它挂到后台那个地图软件不显示，然后我们也不敢就是直接跳到美团，因为怕这个16啊，它放到后台，它会把那个地图软件杀掉，上我这个网址就直接杀掉了，对它那个8G 不太信任，好吧？我们刷一下美团，看看2台手机有没有加载方面的问题啊。你这个屏幕我都快看不到了。哎呀，好多，快不动啊，加载中。快一点，16 Pro 也会有啊。而且2台手机加载都挺多的。你看现在冲着太阳，这个亮度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呀。不是加载也太慢了吧？我给大家再报告一下，现在24度啊。其实我们今天是吹这个风是有点微冷的，好吧？我只能说这个机器那在大太阳下是真的可能没有什么办法用了啊。走吧，去找车吧，你们待会儿骑呢。刚刚我们已经刷了15分钟美团啊，2台手机都有加载方面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骑行轨迹记录一下吧，扫个电瓶车，骑行一下。防水袋都已经掏出来了呀。 2台手机都手动调最大亮度啊，都抓在韩宝身上。有一说一，这个 Note 16真的有点好看了。看这个后盖，感觉它才是更高级的啊。对啊，我是变老仔，脖子上要挂玉牌啊，已经挂上手机了。香炉供台上摆，长大才能摆好牌。今天这个天骑车还是蛮舒服的，这条路有点走不通呀，我们就在这里掉着头往回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骑行完了，要退出了。但是这个16 Pro 我点不了啊，是0了。16没问题啊，我已经退出了，这咋办啊？那你先熄这不屏吧。会给我路线搞没了吧？等会儿再看吧。哦，好了。骑了22分钟呀，快5公里了。先看一下2台手机的起点吧。16 Pro 准一点啊，因为2个手机都是戴在我脖子上的嘛，我当时是直接开个车直接就回头在那个路上走了，没有下去的。我们沿着路走。哎，这一小节感觉是16准一点啊。对，你看我这个16 Pro 它都没在路上。这个掉头让你是16准一点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往外走。对，我们是当时往上面就是那个电瓶车可以停的地方那里去的，然后我们再掉头的。啊，掉头之后其实都也在路上吧对，都还可以啊，在这种大路上其实都还可以啊。啊，这个拐弯非常明显，就是16这边准一些吧。你这边有一些波折了。好，看下一段，哇，这什么？我们是右转直走的，先忽略这里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是怎么？先你就看16 Pro 这里吧，我们是这里直接往右转啊。16 Pro 明显是准一点的，对，先右转这里。因为那个后面的那一段是没有到上面，不会重合的，它这里重合了出来。那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 W 型啊？就我们最后是往那个公园里面绕了一下，还是沿着这条路走啊？好，这个位置的话，很明显应该是16 Pro 这边准一点吧。这个16这边就感觉有点奇怪了。你这怎么多出来这么多东西啊？不知道呀，等会儿再看吧。继续沿着路走，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？这一节没什么很大问题了，这个拐弯也没有很大问题哦。好，再继续。也在路上的，这个感觉是16准一点啊。对，是沿着路的，大路都没什么问题。你这是啥呀？现在我们是沿着下面走的，但这里为什么有4个路呀？好多哦，相当于他把我们在公园里面绕的路，他给它放到上面去了，对吧？哎，你这好差呀！我们本来是在中原里走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直接忽略这个16啊，看16 Pro 的就可以了。我们当时是在这里下去往公园里面绕了一个回头路，然后再出来的。你看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它就是把几个点强行连在一起了，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轨迹路线可言了。
16直接忽略了。我就觉得好奇怪啊，看着看着。然后我们就返回了啊。它这个只要到这个大路上就还行，这小路的话，Note 16一坨呀。一大坨，好吧。那在宽敞的路上呢，两台手机表现都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绕的地方呢，这个16是完完全全记录不了的。所以这个骑行轨迹之路啊，综合表现是16 Pro 更好的。现在 Note 16只有17的电了。16 Pro 只有9%了，现在下午的5点42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6小时46分钟手机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测一下信号，刷一下视频吧，把项目走完。我们几乎同时在微信里面拍好了1分钟的视频了。左边还是 Note 16，来3、2、1，点。啊，就还都是要导出的。16 Pro 的导出要快一点啊。16 Pro， 哇，很快，5G， 哇，爆了，啊，直接放完了。你这边我这边也很快。是吗？是吗？快点呐！它还没导完，我觉得它还在加载。你看这个是没有进度的啊。很快。其实就是没导完。我们在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一个小突击队啊，1.08G， 看看我觉得 Note 16能不能扳回一城。点。好，开始下载了，看一下他们速度，上面都没有显示速度啊，开始了。都是实际照，感觉和上午差不多啊。两台手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吧？这已经下了有一会儿了，他们一直是10左右的速度啊，感觉网速一般。因为他们都没有5G A 啊。哦，都差不多时间开始安装啊。完了，它安装明显快。它安装太快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还是吃了点亏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来放20分钟的 B 站4K 视频啊。你这为什么这么慢呀？而且它的还卡呢。这个放4K 感觉，哎，好卡呀，这个4K， 而且亮的已经拉满了。对啊，哇，一顿的解不动好像。对，然后这边还是挺流畅的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是没有60帧吧？我们是60帧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60帧的问题，它就是画面卡。你们是同时开始播放的，你看现在进度有点不一样了。我们已经放完了20分钟的 B 站视频了。这个 Note 16呢是画面会有点卡顿。这个16 Pro 呢是播放的时候啊，它的可能网不太好，出现了一点加载的情况。现在16还有10%的电，哎，16 Pro 只有2%的电了。哇，页面怎么这么卡呀？感觉它即将没电了。可能它已经限制功耗了，我怎么返不回去了？我操，什么呀？啊，我返回好慢啊！你看，啊，哇，好卡呀！现在下午的6点12，我们今天使用了7小时16分钟了，感觉这个好卡，非常卡，这已经60帧了呀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流程已经走完了，接下来就我跟樱木给大家总结一波了。反正这个16 Pro 也要没电了。好了，先由我这台魅族 Note 16 Pro 率先总结啊，在亮屏了7小时16分钟啊，它还有2%的电，当时已经很卡了，所以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流程。而当时 Note 16还有10%的电。哎，别看今天这个续航时间很长啊，但其实我们今天的负载是非常低的。王者打的是60帧，星辰人打的也是60帧，并且今天太阳也没有很大，是个阴天。两台手机的亮度呢也没有很高吧，我觉得，尤其是这个 Note 16啊，就几乎是户外看不清的情况。而且今天其实蛮凉快的，我们穿短衣短裤的都有点冷。表现的话呢，毕竟 Note 16 Pro 它贵这么多嘛，表现好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比如在厕所呢，它电信信号是比16要好很多的，但是联通呢表现都很差吧。然后是它的亮度，其实它的亮度也没有说今天拉得很高吧，主要是它的对手 Note 16太垃圾了。LCD 最高就只能这么亮。对，它拉满了，我们在户外还是有点看不太清的，使用的很难受。然后游戏方面呢，毕竟这处理器我也是好它一大截啊。我这个是60帧，打团偶尔会掉到50、40这样。这只 Note 16打10v10的时候，最低有差到说9帧的情况。但是性能释放这16 Pro 其实也是很差劲的啊。还有就是它的骑行轨迹之路要比16要好很多。不过它的车载导航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调用不出来3D 级车道导航。所以表现就没有它好了。Note 16除此之外，还有2点比它好的地方，就是在安装它的扫码，基本是把它秒杀了。白天下载速度会比它快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它安装的慢一点。但是微信视频上传就是16 Pro 领先了，处理器它导出的快一点啊。两台手机的拍照我不想多聊了哈，就一个只要这么多钱嘛，然后另一个虽然也到了这个1600、700块钱了，但是。也只能说能用吧，而且他们的录像规格什么这些都挺低的啊，我觉得对比同价位没有什么很大优势啊。那总的来说，这两台手机其实今天一天用着还是挺难受的，尤其是这个 Note 16，它这亮度实在太低了，而且经常会有小问题啊，比如说卡顿啊、掉帧啊，这闪一下呀，那闪一下的情况。虽然它卖的很便宜吧，但是我觉得也不怎么推荐，不如稍微加一点啊，买个更流畅的手机。
啊。当然，如果是你买给家里老人用，它这个1080P 加上6600的电池，续航其实还是很不错的，估计得有个7个小时40分钟。而且我觉得它后面那个摄像头其实是看着要比16 Pro 高级的啊。但是放在现在这个价位的话，其实我们都不是特别推荐了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，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我 Online，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